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 老师，又到了我们的绘画时间。今天呢，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位艺术家，他的名字叫 Mr. Doodle。一听名字就知道他不是我们中国的，对不对？他是英国的一位涂鸦艺术家，是当代的涂鸦艺术家。那么他的作品呢，大家很喜欢。我觉得大家喜欢他的作品的最重要一个原因呀，是看起来简单又可爱。那么，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放一下他画画的视频。好，大家看完了这个视频，可能会觉得哇塞，怎么这么丝滑，不加思索的就画出来了？这个视频呢是经过加工的，是经过加速的。那么大家先不要误解，不要误解。那么我再给大家放一个视频，大家看一下它真实的绘画速度是什么样的。好，看完视频了，大家应该有所感受吧？这是没有加速过的视频，它的绘画过程呢，也是一边想一边画的。虽然画的，大家觉得还是比较快哈，那是因为他比较熟练，所以它是一个匀速的速度，边想边画。这个过程呢，足够他思考了。然后今天呢，就带大家来，感受一下这位涂鸦艺术家是怎么画画的。咱们需要用到的工具呢，用一支红色的马克笔，然后呢，再拿一支，如果家里有这种很粗的记号笔是最好的。如果你没有记号笔，你可以直接用黑色的马克笔配合红色马克笔来用，好吗？这个黑色的笔呢，要尽量的粗一点。如果你的笔不够粗的话，记得画面不要画的太大，好吗？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，我们现在就假装自己是 Mr. Doodle， 是一个涂鸦艺术家，好不好？我给大家，咱们今天画一个9宫格这种小东西、小元素。那么第一列呢，完全的去模仿和临摹这个 Mr. Doodle 的作品。就是第一个视频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是不是开始它是用这样一个图形去做的创意，用这个图形基础来绘画。那么这像一个什么呢？这像一个什么呢？每个人都会画出来的不太一样哈，可能像一个包子，像一个叉子，又像一个花朵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再画第2个图形，咱们把图形一列全部画完，再开始搞创作哈。然后还记得有一个这样的图形吗？这像一个什么呢？是不是像一件小 T 恤、小衣服 ？OK，
我们可以想一下它像什么，你也可以想一下它像什么。然后过会儿呢，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个 Mr. Doodle 的涂鸦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，他想的是什么。好，紧接着再画第三个，第三个是这样的图形，是这样的图形。那么像什么呢？是不是有点像一束手捧花 ？OK， 那么接下来拿黑色的记号笔，我们要开始创作了，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把它的框先框出来。记得画的时候一定要慢，一定要看好再下笔，对不对？好，框出来以后呢，他画了两只大大的眼睛，两只眼睛是半圆形的就可以。记得这种涂鸦作品就是一笔成型，不要去涂抹。好，嘴巴不要去涂抹，线条尽量呢保持疏密一致，一次成型，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另一个呢，它整体的造型是圆圆的，而且是抽象的，还有呢是拟人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几个画完以后，我们总结一下。其实很简单哈，是有规律可循的。那么你在描边的时候呢，为什么要让大家用粗一点的笔？这样你才能容易画出圆圆的感觉。这样描完了，然后呢，这边一条线，这边一条线，要画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在临摹，对不对？完全是他的画法。他想画一个古怪的小人、小怪物，对不对？因为只有两只眼睛，然后他又加了手臂，还加了什么脚？手臂和脚全是单线条。然后呢，画完以后，他又在上面又补充了一下。所以在画的时候是一边在想一边画，画完以后呢，还可以再去做调整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是一次都能画成的。那么好，接下来接着下面这个像花束，对不对？像花束。那么这个涂鸦艺术家把它画成了这个造型。是要发挥一点想象力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点点，然后嘴巴。这个嘴巴，你看这个空间很小哈，大家在画这个嘴巴的时候，记得不要太往上，不要太往下，尽量让它在一个中间的位置。当然不是很绝对，但是你要让它有一个疏密有致的感觉，这样它才好看。好，我头三个就创作完了，头三个是 Mr. Doodle 的画法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沿用他的画法，接着去画两排。沿用他的画法，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。只有我们总结出来了规律，那么我们接下来才有更好的方向。首先，大家看到它整个图形都是圆圆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圆圆的。另一个呢，整个图形是抽象的，不是具象的，是抽象的。哪怕是具象的东西，它也会加一些抽象的元素进去。另一个呢，都是在拟人，对不对？这三个都是小怪物，都有眼睛，都有嘴，有的有嘴巴，有的没有嘴巴，或者有的有手有脚，拟人把它加上人的元素。另一个呢，
它要整齐。你看它的线条是不是？线条排列非常的整齐规整，给人一种舒适感，给人一种舒适感。那么下来我们就来试一试哈，我们来试一试。试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搞原创了。我们先用简单的图形来试，最简单的。这是一个什么形状？心形，大家都会画，对不对？你就画一个心形填满，心形。好，画一个正方形，心形可以再大一点。我想让它这个9宫格整齐一点，你就参照旁边的图形，给它画大一点。然后，我画一个正方形，记得一定要圆圆的哦。一定要圆圆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走，画一个什么形状呢？大家可以跟我画的不一样，也可以跟我画的一样哈，可以自己去想象去创造。那么我画一个圆形，这是不是都是最常见的几何图形？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，去体会这种涂鸦应该怎么做。好，我画了一个圆形以后，我想给它再加一个图形，是可以再去加，然后我给它加一个椭圆形在旁边，这像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过一会儿可以想一想。过一会儿可以想一想，你也可以想一想，这像什么？我觉得可能像一条鱼，有一点像吧？卡通的鱼往这边游的，这边是尾巴，是不是 ？OK， 那就这样想。接下来呢，从这个圆形我们开始了，开始涂鸦了。先把它怎么样呢？先把它描一下，描完了以后呢，拟人，对不对？拟人怎么做呢？就眼睛、鼻子，你想画也可以，但是要有位置，对不对？这样，然后我就随便加，只要你加的均匀，都可以去试哈。加2个角角，是不是画完了？跟前面的风格很一致，对不对？那么接下来再试这个记得画的时候，你看手要稳要慢，不要求快，线条让它闭合的完美一点。我觉得像一个什么呢？有点像一个水杯吧，有点像一个水杯。那我给它画一个把手好了，画一个把手，然后眼睛点2下就好了，嘴巴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给它也加一个角吧，也加一个角，角是这样的。然后还可以给它加一点什么呢？加一点小短线装饰一下。这个时候我画完了，我觉得这个耳朵里面是白色的，不太美观耶。我给它再加工涂一下，对不对？边画边调整。接下来我们再来下一个，下一个刚才说它像什么？像鱼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假装它是鱼了，把鱼的特点给它画上去。有什么尾巴？大家记得这个空间里面，你要提前预先去判断，它能画2条线还是3条线，甚至1条线。如果画不下3条线，千万不要画3条线，你就画2条线，宁少勿多哈。
鱼大大的眼睛，哎，嘴巴厚厚的，咦，然后还可以加什么？我就觉得这个加脚这个事情，我做的很顺手，很好玩儿，你就也给它加上脚，也给它加上脚。好，这排我们创作完了，是几何图形比较简单的。那么这一排呢，我们搞一点具象的。什么是具象的呢？就这个图形，比如说，蘑菇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画一个蘑菇的形状，只要像蘑菇就好了哈，只要像蘑菇就行了。一个半圆，对不对？一个半圆。这个图形大家可以跟我画的不一样，你也可以随便乱画一个，或者手边有什么东西，家里有什么东西，你这会儿很喜欢它的形状，你都可以这样试着去创作一下。哎，我画了一个蘑菇的形状，还有什么呢？我比较喜欢花朵，那我就画一个花朵。画花朵的花瓣的时候呢，要耐心一点，尽量呢把它们画的均匀一点。怎么画均匀呢？边画的时候边观察，观察你的位置留的还够不够，观察你这个花瓣是不是跟别的花瓣差不多大，对不对？边画边看边观察。哎，小花的形状我就画完了。画完了，接下来再画一个形状，再画一个形状，画一个什么形状呢？想一想，我可以画一个，随便画一个形状，好不好？随便画一个，我就这样随便画了一个。过会儿看看我们用这个随便的形状能够创作出什么。这像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随便画的。然后从这个蘑菇开始，我们来去搞创作。我觉得这个可以参照这个，对不对？哎，先把它下面这样弄出来，然后鼻子，然后这样圈出来，然后呢，画两个大大的眼睛。眼睛也可以是两个点，也可以是这样的线，你就放开了画。然后呢，嘴巴别忘了，对不对？这两边比较空，我也给它来点折线。我现在在模仿着搞创作，那么我要是学会了，就是我自己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小花呢，先把花心画出来。你画的不圆也没有关系，画的多了自然就圆了。这是一个熟练的过程，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创意，是我们有没有画出来这种很新奇、很奇怪的东西。这花我描完了，描完了以后很普通，对不对？它平平无奇的，跟我们平常的花没有什么两样。给它加什么呢？加一个表情，哎，是不是就立马的不一样了？立马的不一样了。然后画下面这个，下面这个是什么呢？哎呦，不知道哎，那就随便画吧。我觉得这个凸出来的地方像一个圆，然后这边呢，我就描。好，描完了以后呢，我再想一想，那眼睛画在哪里呢？眼睛就画在这里吧。好，一个眼睛，嘴巴就画在这里，是不是也有一点像鱼，
像不是对，像鱼，像前面的鱼，但是呢，再仔细看一会儿，我觉得它好像有点像毛毛虫，哎，你觉得像吗？很胖的那种。那我给它加一点点毛毛虫的特点，诶，我觉得这样很棒，很完美，对不对？毛毛虫，那我觉得这样就 OK 了，就不用再加了。你要是想加呢，我觉得加一个角也是可以的吧。这个我就不加了，因为毛毛虫没有角，对不对？或者加上也可以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模仿 Mr. Doodle，然后我们今天做一天的涂鸦艺术家这个工作就完成了，创作出来了一幅非常漂亮的9宫格作品。我相信大家呢肯定，思路会跟我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在帮助大家去感受作者这个创作思路的时候，大家应该有一定的感悟。这种创作其实也并不难，想到哪里画到哪里就可以了。但是下笔之前最好是想好，对不对？抓住老师刚才给大家讲的几个这种画的特点，只要你掌握了，那么我相信你接下来去搞创作就很容易了。好，那么今天的画就画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